大灵拳魔直接放出话来：如此就好，那么这些阻止本座破风的该死之人，就交给你们神指联盟来处理了。那4域天神君顿时眼睛肃然，对着自己身后的成员吩咐道：你们速速去解决阻止大人破风的这些该死之人。是。旋即，神指联盟的强者纷纷爆发出惊人的神力，对着萧炎以及武神阁之人发起了猛攻。哼，来得正好。武神阁的强者自然不会惧怕他们，毕竟他们之间的实力也是相当。神指联盟的强者与武神阁的强者纷纷站在了一起，可怕的能量冲击波疯狂的席卷。你们2位去对付萧炎那小子。4域天神君再次对着身后的那2位御灵吩咐道，后者们也是收到了命令一般，身影瞬间出现在萧炎的一前一后，对着萧炎就是一记猛攻。诡异的死气弥漫而出，萧炎的眼眸一闪，掠过一丝金色火芒，焚神2火的力量也是催动到极致，同样以可怕的焚神之力回击过去。双方的身影微微后退数步，萧炎可以感觉到眼前的2位御灵体内有着一丝极为微弱的熟悉气息，就是灵动和沐尘2人的气息。灵动兄，沐尘，是你们吗？萧炎的这话一出，那2位御灵的身躯微微一颤，不过很快就再次对萧炎发起了攻击。那些所散发出来的诡异死气，也是让萧炎的神力不断的枯萎下来，只有拿出焚神之力方才能够与之抗衡。萧炎这般的战斗也是激烈的打响，剩下的就是夭夭以及灭世神火他们，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乃是灭神府的强大恐怖阵容，全魔齐出。好了，20，你去阻止神元宫的大主母，这灭世神火本体就由本座一招解决。破风。20拳魔微微的森然一笑，以极快的速度暴冲而下。当然，20拳魔面对夭夭时也不敢轻视，一出手便是自己全部的实力与之激战。拳魔大背手，恐怖的魔之力量瞬间凝聚出巨大的黑手，对着夭夭探去。夭夭的脸色一沉，双手快速的结印，体内的玄奥力量疯狂的涌动而起，在天际之上有着无处不在的龙凤之鸣响起，2道力量相互的撞击在一起，地动天摇，恐怖的能量不断的充斥着神火空间。灭世，你的本源本座就收下了。大灵拳魔早已经锁定了灭世神火的气息，一道可怕的黑光迸射而出，直接将空间都给撕裂开去，那速度惊人的可怕，就连灭世神火都无法反应过来，瞬间被击中，一道极其痛苦的惨叫声响起，灭世神火的身影瞬间连退数百米，才面前的稳住狼狈的身形，震惊之色全写在了脸上。这样的强大力量，就连自己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大灵拳魔的实力不愧是巅峰天位神的领域，仅仅一招就让灭世神火都完全的招架不住。灭世，你也不过如此。你的实力虽然对其他神指看来说很强大，可是在本座面前，你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吧。就重压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疯狂呼啸而下，仿佛是一座庞大的山峰一般，压在了灭世神火的身躯上。一座山峰的重量可想而知，就算是7重天位神挨上这一招，都得是粉身碎骨，更何况现在还只是半步7重天位神的灭世神火。啊，该死，对方的力量太强大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。这一刻，灭世神火才知道9重天位神的力量可怕之处。结束了吧，一道阵眼而已，破你简直就是简单易事。大灵拳魔抬手间，天地中的魔气全部朝着他身边汇聚而来，一道巨大的魔掌出现在那虚空之上，无尽的魔气疯狂的席卷，可怕的气息铺天盖地而下，锁定了灭世神火的位置。大灵拳魔嘴角森冷一笑，抬起手臂重重的挥下，感受到那能股毁灭一切的魔掌对着自己拍下。灭世神火的脸上被凝重之色所代替，紫色的瞳孔也是急速收缩，因为如果自己被其魔掌挨上的话，毕竟会将火神本源给打出来，并且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也将会被破坏。既然横竖都是一个结局，那就只能拼了。灭世神火双眼一闭，一股炙热无比的毁灭力量在体内彻底的爆发出来。7轮大日浮现在空中，这股力量已经不弱于7重天位神。每一轮的大日中，无尽的火焰疯狂的翻腾，所散发出来的炙热气息，连空间都承受不住。8重天位神之下的神指强者见状，都是张开嘴巴，骇然地看着高空中的7轮大日，他们的神体传来无比刺痛之感，就算有着神力抵抗，都于事无补。这灭世是要强行突破封印之力所带来的压制，要与我们玉石俱焚了。4域天神君吃惊地说道：突破封印之力的压制，如此最好。这样的话，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也会受到影响，怕是真上头了呀。3灵拳魔一边恢复着伤势，一边开始解析起来。这一次他们灭神府的拳魔齐出，为的就是破除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，放出里面的可怕东西。魔掌之威最终与那7轮大日轰击在了一起，震耳欲聋的声音疯狂地在他们的耳边呼啸，热浪形成巨大的涟漪波动，一道接着一道的传荡而开，恐怖的风暴对着四面席卷，甚至直接冲击在了神火空间的壁膜之上。原本就密密麻麻的无数空间纹，此刻变得更加的多样化起来。如果再受到几次冲击波轰击影响的话，怕是真的会彻底崩塌。大灵拳魔的出手没有拖泥带水，那魔掌的力量更是超乎想象，竟然毫发无伤的将那能够轻易毁灭世间万物的7轮大日给摧毁而去。灭世神火这下才知道，
自己与大龄权魔这等九重天位神的真正差距，自己的7轮大日都被击垮，接下来想要与之抗衡的话，几乎是不太可能了。魔掌将7轮大日摧毁后，洞穿虚空，直至灭世神火本体，后者也是避无可避。如果真的被魔掌击中的话，封印神法大阵怕是真的会被破坏。休想得逞！不远处与巴林权魔正在激战的夭夭，也是感受到灭世神火的危险，当即凝聚出强大的玄奥力量，拍出全力的一掌，震退了巴林权魔，然后自己催动自身的神力，一个瞬移间出现在100米开外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光冲天而起，恐怖的气息愈发的浓烈起来。夭夭表情一凝，同样是走出了强烈的反击，气运之力化龙凤，直接将这道黑光吞噬其中。在龙凤吞噬进去的瞬间，龙凤竟是发生了爆炸，那道黑光竟然直接将夭夭的招式给瓦解。这9重天位神的力量果然恐怖如斯。如果夭夭所对战的是20权魔的话，这一招恐怕已经让其吃到苦头了。有气运之力的加持，夭夭在同境界之中乃是无敌的姿态。当年在天元界，夭夭也是仅次于祖龙和圣神的存在，如今在神元宫之中也同样是前3的高阶天位神。哈哈哈！想要救灭世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今日本座就要破了这里的阵眼。虚空上，那道伟岸的魔影伫立天地间，他仿佛就是这片天地的统治者。大龄权魔的出手，直接是阻止了夭夭去救灭世神火的路。夭夭虽然强大，可是也不是一名巅峰天位神的对手，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魔掌排向灭世神火。然而魔掌距离灭世神火只有10米距离时，那处空间似是有着4道恐怖的能量波动而出，然后4道光芒闪烁，将灭世神火从那危险之中拯救了出来。就在救出的那一刻，那魔掌拍在了大地中，嗡！可怕的能量直接冲入大地之下，在众神只无比震撼的目光下，那片大地瞬间毁灭成为虚无。只见那其中黑漆漆的一片，看不到任何的物质。这一道魔掌的威力竟然如此可怕，刚刚灭世神火被击中的话，或许真的就被破了阵眼了。谁竟然坏了本座的好事？看着自己的共攻击被人破坏，心中的那一股愤怒也是渐渐的燃起。此刻，刚刚被4道强大能量的帮助下脱离了险境的灭世神火身旁，出现了一道气息强大的4位穿着不同的老者。是你们？灭世神火也是有些吃惊，最后自己竟然是被无量神界的4大山之主所救。你乃是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，绝不能出现问题。要是真的被他们破了阵眼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，里面的那个东西必定会出来，到时候整个无量神界都会面临毁灭。刚刚出现的这4位老者，正是无量神界的5大超神势力除元法山之外的4大山之主。他们的实力虽然比起最强5大超神势力的那5位神格之主稍微略逊一筹，但是在无量神界之中，他们的实力在实战到极致时堪比7重天位神，所以他们的出现又是让局面有着微微扭转了过来。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幸运，因为在一名巅峰天位神的面前，4名7重天位神只不过是过街蝼蚁一样。虽然刚刚出现了小插曲，但是还是改变不了结局。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无量神界5大山的无尽山、太金山、青丹山、落雁山。知晓了来者之后，大龄权魔冷冷一笑，仿佛根本就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，继续的放出狠话：你们4山不好好的生存，过来赶坏本座的好事，怕是真的已经活腻了。以你们这点实力，想在巅峰天位神面前逞能吗？你们这些魔物，我们早就看不惯你们的作风，当初竟然敢一夜之间摧毁了元始山这都超神势力。今日我们也愿意守护自己的神界，与你们这些魔物拼死一战。无尽山主身穿金色衣袍，脸上却是有着从容不迫的气态。虽然实力比大龄权魔弱几个小境界，但是能够赴死守护自己的神界，也算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。随着无尽山主身上散发出拥有勇者的气魄，也是令得其他山主变得更加气势磅礴起来。哈哈哈，有意思啊！既然你们选择赴死，本座也不好阻止你们，一起上吧，让你们瞧一下9重天位神的恐怖力量。狂笑之声在那天空中响了起来，只觉得这些山主还真是傻，竟然主动的千里迢迢来送人头。魔物，你不要得意，我们无量神界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。虽然我们5大山是无量神界的最强超神势力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无量神界的真正战斗力可不是我们。此时太金山主沉声说道：哦，你说的是在你们5大山之上的无量神山。听着太金山主所说的话，大龄权魔也是微微思考了一下，便是想起了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无量神界中的确有一道势力是超越5大山的存在，那就是无量神山。而无量神山在当时乃是一道超神巅峰势力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后面就莫名其妙的消失在无量神界中。如果今日不是太金山主说起来，大龄权魔也早已经忘记这个极为久远的事情了。正是无量神山的底蕴，就算是你大龄权魔，怕都是变得极为的棘手。4大山主说起无量神山的时候，语气变得非常的自信，毕竟无量神山中的底蕴乃是无量神界的真正天花板。反而
他们拿出了无量神山这张底牌，也没有让大灵拳魔变得大惊失色，甚至带着一丝嘲讽之意说道：你在斗本座吗？无量神山早已经销声匿迹在无量神界千万载之久，你们的一句话就能够将无量神山重现不成？本座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不想听你们的废话，都给本座去死吧！魔影重重。随着大灵拳魔的话音落下后，滔天魔气涌来，然后便是化为4道由魔气凝聚出的魔影，对着下方的4大山主攻去。4道魔影在冲向4大山主的那一刻，瞬间再次幻化出1倍的数量，使得魔影的力量更加的恐怖起来。不到片刻之间，就已经出现在了4大山主的不远处。后者们见状，一点也不慌张，仿佛正在等待的这一刻一般。来得正好，快布阵！无量天王4大山主的身影瞬间消失，在再次出现时，已经出现在了大灵拳魔的4个方向，双手结印，推动自身的全部神力凝聚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之上，散发出星光般的光芒。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上，然后对着大灵拳魔的拿出空间上，食指和中指并驱，轻轻的一点，他们手指上的4道星光便是飞了出去。在洞穿虚空的那一刻，空间犹如是平面的湖水一般动荡了起来，而且那股动荡感也是变得有些异常。因为虽说是动弹，如果仔细一看的话，刚刚那些动荡过的空间竟是有着动荡过后的痕迹，固定在空间中。这一幕也是让的不少神指强者感到十分的诡异。这种招式还是第一次见，不过在大灵拳魔的眼里，这种招式就是花里胡哨而已。冷笑一声，双手展开，然后对着4面而来的星光空间轻轻打了一个响指，那处空间竟是如同炸弹般的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，瞬间这里的空间炸裂开来，空间外的虚无力量也是不断的涌入神火空间之中。就在众神指强者已经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时候，竟是让他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那4道星光竟然毫无破损的依旧从那惊人的能量中缓缓滑出，再次随着大灵拳魔的身躯涌来。竟然没有效果。见自己的招式对这4道星光没有效果后，表情也是微微一变，这倒是令他有些意外。但是大灵拳魔是何等的人物，能够作为巅峰天位神，自然是有过人之处。见自己的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，准备再一次的施展另外一招时，那4道星光竟然以光速般的速度在大灵拳魔的4周绕行，就连眼睛都跟不上这样的速度。大灵拳魔也是被这诡异的速度搞得有些生气，锁定了4道星光那移动的能量后，神色一凝，恐怖的力量直接暴涌而出，对着不同方位的4大山主直接攻去。然而就在大灵拳魔发起攻击时，突然间在他的4周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罗网，将大灵拳魔捆在了其中。呵，想要困住本座，怕是你们想的太多了。摩西，恐怖的魔之力量被彻底的释放出来，黑气铺天盖地的翻滚着，一尊巨大的魔头张开巨掌，就是对着4周的罗网一吸。或许是摩西的吞噬力太强，竟然还是被吞进魔头中。解决了刚刚铺天盖地而下的罗网后，那尊巨大的魔头竟是要对着4大山主吞噬而去。在被魔头锁定的那一刻，4大山主的身躯竟是无法动弹，就算是催动自身全部的神力，也无法对抗过对方的魔之力量。9重天位神的力量竟然已经到了如此恐怖如斯的层次。4大山主的修为虽然是6重天位神，可是无量神界乃是他们的主场，有着主场力量的加持，自然是能够堪比7重天位神的实力。然而这4名7重天位神就算在联手之下，都无法取得一点优势，更让他们自己陷入了危险当中。强大的魔头巨嘴一张，一道恐怖的吸扯力将4大山主笼罩了起来，在4大山主那吃惊的目光下，被吸入巨嘴中。在这一瞬间，4名7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竟然被一招给秒杀了，这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感到骇然。7重天位神的实力乃是可以堪比超神势力之主的实力，而就是这样的实力，依旧被灭神府的大灵拳魔给击杀了，再次证明了巅峰天位神的恐怖力量。与本座对抗，你们就是死路一条。见自己成功的将无量神界中的4大山主击杀后，大灵拳魔对着4大山主消失的方向喃喃出声，一直被2灵拳魔缠住的夭夭，双眸逐渐的冰冷，其中一道杀意弥漫了出来。气运天光，瞬间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空间正在发生异变，那遥远的天际上无数道金光闪烁，一道道金色光芒照射2灵拳魔的身躯上，其中那玄奥的力量比起之前的更加的恐怖了几分。这股力量竟然能够压制我的魔体之身，这怎可能？2灵拳魔身躯上的皮肤竟是开始溃烂起来，一道道伤势浮现而出，黑血不断的流了出来。该死！2灵拳魔一咬牙，魔气再一次的暴涌起来，数道黑光直接从体内爆射出来，对着天际上那无数道金色光芒轰击而去。双方的力量都是发挥到了极致，远远看去，这处空间上的力量对碰下，耀眼的光芒闪烁起来，每一次的冲撞都是能够爆发出能够毁灭万物的冲击波。但是这样的招式虽然强大的可怕，对于自身的力量输出也是非常的苛刻，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持续输出力量下，究竟是夭夭胜还是2灵拳魔胜，谁也不知道。不仅夭夭这边的战斗精彩无比，其他神指强者对抗其他魔物的交战那也非常的激烈，整个神火空间中都是充满着不同强大的神迹力量不断的被释放出来。
反观萧炎这边的战斗竟然陷入了被动，主要是萧炎变成了防守，并没有攻击。那炫白色的火焰化为火海，将那2位御灵困在其中，不断的煅烧着他们。灵动兄，沐尘，是你们吗？快醒醒！萧炎也是心急如焚的对着眼前的那2位御灵急促道。可是不管萧炎如何叫他们的名字，依旧没有任何的作用，反而让的2位御灵对萧炎有着更加浓郁的杀意浮现。杀！2位御灵的喉咙间发出机器般的声音，身上的诡异死气化为2道雷电，对着萧炎就是一道怒劈。一重圣龙吟，旋即萧炎的眼眸陡然一睁，金眸之中金芒爆射，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的神力以及焚神之力狂涌着。在他的识海中，一道闷雷之声急速涌出，最后直冲萧炎的喉咙间，嘴巴微鼓。萧炎脸庞有些涨红，双手赫然结印，旋即嘴一张，顿时犹如雷霆般巨响的龙吟自其嘴中爆吼而出。无形的声波刚刚出口，萧炎面前空间便是泛起一阵剧烈波动，旋即龙吟声波闪电般的扩张而出，只听得轰隆巨响，寂静的空间上像是投放了炸弹一般，高达7、8丈的空间声浪炸涌而起，最后轰然撞击在了对方的识海中，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彻声。龙吟呼啸，爆发而出的怒雷炸响，以萧炎为中心点，滚滚席卷而出，连空间都被引得震颤起来。强大的圣龙吟声波给掩盖而下，方圆10里之地都能模糊的听见。最后2位御灵的识海彻底被圣龙吟的声波力量给震散，2道身影也是倒飞了出去，不过很快就稳住了身影。萧炎也是后退了几步，之前在万兽神界获得的这道声波神技竟然是如此的厉害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萧炎在施展圣龙吟的时候，其中夹杂的奇特的焚神之力，才使得这道圣龙吟的声波神技变得更为的霸道绝伦，所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，就连在场的其他神指强者的灵魂都感到了剧颤。如果这一招是针对他们的话，都能够直接被这怒雷般的圣龙吟给生生震死。这道声波神技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斯。那些超神势力的第一天交转头望着萧炎这边，仿佛在看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一般。萧炎震撼地望着被打飞出去2位御灵的方向后，沉声道：这还只是1重圣龙吟的威力，如果日后练就2重圣龙吟以及3重圣龙吟，那岂不是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上面？不愧是准绝世神技，威力果然非凡。杀！虽然被圣龙吟击退，可是却丝毫没有什么影响。难道这就是被炼化成御灵的可怕之处吗？御灵再次对着萧炎施展出强大的攻击，9道祖符悬浮其中1位御灵的周身，灌入浓郁无比的诡异死气，令的祖符都散发出黑色的气息，但却让的9道祖符的能量变得更加恐怖起来。御灵双掌微微握拢，以雷霆祖符的力量为主，其余祖符的力量为辅。雷霆之力、时间之力、空间之力、吞噬之力、寒冰之力、火焰之力、生死之力、洪荒之力、黑暗之力，9种属性的强大力量瞬间爆发而出，全部涌入了雷霆祖符当中。虽然施展出了9道祖符的力量，却是有着与以往不一样的招式差别，皆是9道祖符之力一同施展。可是这一次则是以五行天的五行之术之法加入其中，所以利用了五行之术中的相生相克之法，将9道祖符中的9种物质及运动变化，9种构成世界的本源力量，使得9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之间有着相互联系，达到更高的巧妙层次，使得9道祖符的力量变得更加的奥妙，其力量变得极为的深不可测，并且带着有一种诡异的力量，将周围那些神指强者体内所修炼的神元之气硬生生的相克而下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过可怕了。这是灵动的9祖之术。萧炎的表情一凝，在这一刻终于是确定了眼前的御灵就是灵动无疑了。那么另外一位御灵就是沐尘，他们2位怎么会变成如此的模样？究竟神指联盟中有什么？究竟是谁将灵动和沐尘变成这样的模样？沐尘这边6座原始法身也是召唤了出来，只不过现在并不是金光万丈，表面上却是被黑气所笼罩。此刻原始法身的原始力量暴涨到了极致，一道道清晰可见的从其中穿梭而过，然后双手结印，顿时有着6道原始力量凝聚出了一颗龙目之珠，看似体积迷你，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却是在同境界之中无人能敌。赫然便是沐尘的太初丸。随着灵动和沐尘将自己的绝招施展出来后，顿时无边无尽的祖符之力和原始之力便是冲天而起。下一刻，龙目之珠和9祖之术便是直接冲向了萧炎所在的方位。2道攻势以一个极为诡异的姿态在变化间划过天际，在场的其他神指强者看了直接是瞪大了骇然的眼睛。那2个神之联盟的御灵怎么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？一直在激战的小垄和雨涵等人见状也是难以置信，这样的攻势太强大了，萧炎一人能否抵抗下来？9祖之术和太初丸在萧炎的金色瞳孔中急速放大，旋即微微地闭上了眼睛，片刻之后再次睁开。只见萧炎的双掌之上有着炫白色和混色火焰出现其中，然后在焚神形态下所施展出来。地炎之火中同样有着焚神的力量，虽然比不上真正的神火，可是地炎在神火之下乃是无敌的存在。因为萧炎接下来要施展的招式乃是3色神怒火焰，催动焚神诀，3色火焰便是开始融合，
通过多种火焰相融后，可产生强大的毁灭破坏力。融合的火焰越多，所施展出来的神怒火莲，其力量就会更强。这一招是萧炎的底牌之一，此招潜力无限。去吧，三色神怒火莲！天空中犹如是3道陨星相撞，响彻出天地爆炸之声，在这片天地间回荡着。在3道力量的碰撞间，磅礴惊人的毁灭力量形成海浪风暴席卷而出，那所过之处的虚空都是崩裂，山壁爆碎，显露出极为恐怖的破坏力。而且其中有着霸道毁灭的火焰翻腾不断的吞噬一切万物，也有着不停变化的9道属性力量，还有能攻能守，甚至可以提供源源不绝的原始力量。这些技能皆是变得诡异莫测。就在那诸多目光震惊无比的注视下，这片空间在这一刻都是剧烈的摇摆不停。3色神怒火莲对抗着9组之术和太初丸，彼此都是丝毫不让，依旧是顽强的抵抗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处空间竟是被那里的能量炸出了黑洞，黑洞周边空间扭曲，伴随着嗡嗡之声逐渐的消散后，3道人影也是展露在了他们的视野中。灵动和沐尘2人轻咳了几下，鲜血也是当场喷了出来，只不过喷出来的血液不是红色，而是黑色。